嗨嗨，欢迎来到我们盖亚绿专业哦。我们今天要讲的课程呢是国际碳权交易市场的全攻略和实务操作。我是主讲人清慧博士。国际碳权交易市场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哦。但是呢，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把它整理出来一个脉络。目前为止，你在外面可以看到的很多都只是一个部分、一个段落哦，可能它就只有讲国际碳权市场的某一部分，或者是国内抵换专案的某一部分。但是我们这个课程就是要全攻略，就是把整个碳权的体系，然后做一个完整性的脉络性的介绍，并且也会在后面做一个实务操作的部分哦。这边我就完全可以拍胸脯保证，就是我的碳权课一定会是市面上最完整、最简单、最清楚的一个碳权课程哦。那首先呢，在进入我们的课程之前，请务必下载我们的课程讲义。那如果熟悉我们盖亚律私塾的伙伴，就会知道我这边呢，就是非常的强调用一张图看懂所有的逻辑。我们这边是一张图看懂碳权交易，那我另外也有一张图看懂碳关税 CBAM 或一张图看懂各种的碳专业知识的系列哦。除了我个人喜欢用心智图来做笔记之外，一方面也是像这一堂课它有3个单元，时间长达3个多小时，然后事后如果你想要复习的时候，常常就会不知道要去哪里找那个片段，对不对？那这一张图呢，其实就是一个课程大纲，同时也是一个重点整理。在之后你如果想要去复习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先看这一张图，再去看相对应的章节就可以了。好，那我们这一堂课呢，我们分成3个单元，那这是3个单元的大纲，我们会利用这3个单元的时间，然后统整性的把整个国际的碳权市场做一个概括性的介绍之外，也会非常的详细告诉你所有的运作机制。然后第一单元呢，其实就是会介绍一些原理性的东西，第二单元呢，就是介绍比较务实性的东西，包括企业跟个人。那第3单元的话，就是一方面会介绍国际碳权平台的实际操作之外，也会回头看看我们台湾碳权开发的一些现状跟我们的一些挑战。那最后是做总结。好，话不多说，我们来到第一单元哦。第一单元呢，就是做一个概括性的原则性的介绍，还有它的交易机制，然后会说明什么是强制性的碳权交易，什么是自愿性的碳权交易，这个是第一单元的内容。首先呢，我们来到第一单元的1之1，碳权是什么？交易机制又是什么？这是1之1我会讲的，就是碳权的定义、市场的分类跟碳权有哪些种类。首先我们先复习一下哦，就是我们有一个最主要的目标叫做2050净零碳目标。那在这一个目标里面，对一个公司、对一个企业而言，它必须要达到这个净零目标的步骤就3个。一个是碳盘查，就像你量体重一样。第二个呢，就是我常常喜欢说减碳如减肥哦。所以呢，如果一个企业要减碳，其实就跟减肥一样，第一件事情你要先量体重，所谓的碳盘查。那碳盘查当然就还有分组织碳盘查或者是产品碳足迹。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你量完体重以后，你就要开始做减碳运动，就减肥就要开始认真减肥啦。那减碳运动里面会有很多的不同项目啊，你可以做节食，你可以做运动，你可以做168轻断食，或者是生酮饮食，各式各样。所以减碳行动其实也是各式各样的。但是我们的这个减肥运动啊，它要求的数值是0，当然是不可能完全做到0，对不对？所以呢，你减肥减不下去的时候，你就需要有买一个塑身衣，让你看起来很瘦，甚至这一个塑身衣是一种类似隐形斗篷的东西，会让你看起来没有体重，就是0。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所谓的碳权就是在最后买塑身衣，让你看起来非常瘦的这一个阶段会使用的。所以呢，碳权呢是从哪一个阶段产生的呢？答案是碳权呢，事实上它是最后面需要的。
在企业表面上看起来可以变成零排放，就是碳中和的一个工具。如果说我们以企业的这3个阶段来看的话，碳权它是从哪一个阶段产生的呢？其实是有2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在减碳行动的时候，它就可以产生碳权，那另外一个就是纯粹的负碳排技术，就是森林的这一块也可以产生碳权，所以碳权是有减碳行动跟最后的负排放这2块都可以拿到碳权哦，所以这是我们一开始就是先确立碳权的产生，它其实是可以从企业的减碳行动跟实际的负排放技术来拿到碳权。那我们正式的来介绍一下碳权的定义哦。碳权的定义呢，其实它有分成2种。第一种呢叫做 carbon allowance， 它是许可权。那通常这一个碳权的原理呢，是我们等一下会说的强制性。那很多文章其实是翻成管制性，但是因为我有跟自愿性相比较，所以我还是把它翻成强制性。强制性的原因是因为这就是有主管机关规定了你只有这样子的一个权利，就是它一开始的原理呢，其实就是所谓的限额和交易制度 Cap and Trade， 简称 CAT， 就是小猫咪。那这个部分就是主管机关一开始就规定了每个人的排放额度，例如是100好了，那你如果是像企业 A 的部分的话，它只有排放了50好了，那它是不是就多了50？那这个50的部分呢，它就可以拿到市场上卖。然后呢，如果是企业 B， 它可能就排放了150好了，那它是不是超过了限额的50？它就需要到市场上去买这个50，所以它就是 cap 就是像你戴一个帽子，然后就是做了一个限额，就是你不能超过这个范围。然后呢 trade 就是交易嘛，少排放的人你就可以把你少排放的部分拿到市场上卖给多排放的企业 B， 所以这就是它一开始的原理。我给你一个限制，但是你如果没有达到这个限制的话，你就必须要去想办法补给我，不然你就要罚钱。但是呢，对于在这个限制以内的企业也会有奖励制度，那这个奖励制度就是你可以把你表现好的这一块拿出去市场上交易，然后产生现金收益。所以呢，这一开始的目的呢，就是希望一是鼓励企业都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式，然后来做减碳。然后第2个部分就是对于表现好的低碳厂商，也给你一个市场诱因。然后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它同时会鼓励企业 A 跟企业 B， 就算你已经是低碳厂商了，它会因为你可以卖碳权有现金收入，所以它会鼓励你更低碳。那企业 B 的部分是因为你要花更多的钱来买碳权，所以呢会增加你的成本。那你在细算之后就会发现减碳在长期而言可能还是最划算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整个市场不管是低碳厂商企业 A 或是高碳厂商企业 B， 同时都会有减碳的诱因。所以这是当初碳权一开始开发出来的最主要的目的，然后跟它的运作方式哦。但是现在要提到的就是碳权市场里面其实分了2个类型，一个是强制性的，一个是自愿性的。所谓的强制性跟自愿性呢，最主要的差别就是做庄的人不同，庄家不一样。强制性的庄家就是政府，就是主管机关；自愿性的庄家呢，就是私人碳权的市场。那我们先来看到强制性的，强制性就有刚才我们说的，就是 CAT 的制度嘛。我每一个企业，我给你一个排放额度，那你超过的这个排放额度你就要补给我。那如果呢你没有使用完这个额度，你就可以拿去市场上卖，这是刚才介绍的。那事实上它还有另外一种，刚才是以企业为单位，右边的这一块呢是以产品为单位。我举例的是欧盟的汽车，例如说它在2021年之后，它每台车的每公里的排放量就只能有95克。95克是什么概念？95克就是所有的燃油车都不会过的概念，就是只有电动车可以会过。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所有的燃油车事实上他们都必须去市场上买碳权来补，尤其是以每辆车为单位哦。你可能有听说，就是特斯拉它的第一桶金其实是靠在欧盟在卖电动车的时候，因为它远低于这一个规定，尤其这个规定是越来越严格哦，所以它事实上它在2015年的时候就开始渐渐的在卖碳权牟利哦。所以这个右边的这个部分就是以产品排放量为规定，也是因为政府规定你一定要做的这一个部分，所以这个也算是强制性的。所谓的强制性就是政府做庄，然后规定你要做的事情。那另外一个叫做自愿性的，自愿性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人规定我自己想做的，我就是完全出自于我善良的内心、纯善的理念，然后来做这件事情。那这个呢，就是私人的碳权平台。其实我也会后面介绍，私人碳权平台它就是以专案为标的，而不是以公司为单位，也不是以产品为单位，而是以专案为单位。所以它可能是一座森林，或者是一个太阳、一个再生能源厂、一片红树林，或者是一片海洋、一片草原。所以这是市场碳权，就是有两个非常大的不同分类，就是强制性跟自愿性。